印尼为什么原来想要买歼10C？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5月7号，巴基斯坦的话呢，就把那个法国的飞机干掉好几架，那就是想要买。后来又没有买什么呢？因为各国干预嘛，这个非常敏感的这个军火工业的买卖问题是非常特殊的。买枪买子弹那个不稀奇，战斗机是特殊中的特殊。你买人家的系统，买人家的飞机，你将来的零件靠谁？你将来的军事上的部署靠谁？你要靠谁来训练？你的飞行员在哪里？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挖根了。军事消息，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战机杀进美国后院吗？因为骁龙现在抢下了中东金主的大单。另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除了骁龙战机之外，就是歼20了。它现在会采用的是进化的 AI 系统。那西方的军火霸权开始受到冲击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2026年才刚开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已经先点火。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他们一起合作研发的这一款骁龙战机 JF-17骁龙战机，现在已经呢打出了一个外销市场的漂亮成绩单。来自于南华早报最新的披露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呢目前正在和沙烏地阿拉伯谈了，打算接下来用20亿美元的贷款来换取骁龙战机。除了骁龙战机本身之外，沙国还说他愿意再多付20亿美元来采购相关所需要的装备。到底骁龙的战力有多强？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它配备的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还有更好的一个涡扇13发动机之外，还有类似歼20所采用的这种飞弹进迫的警告系统等等。交易还没有敲定，但是华府的研究员已经先做了分析。他认为说，如果成功的把骁龙卖给沙烏地阿拉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会是一场大胜利。原因是因为传统上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比较倾向西方的国防客户，所以这一笔交易如果实现，对中国来说真的代表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到底为什么中东大金主这时候要突然间转向大陆的 Block 3版的骁龙，战力到底有多强？如果真的买了，这个实质上面的意义，委员又怎么看？对，大家都知道骁龙战机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的成都飞机集团合作生产出来的哦。那么我们从最近这个中国大陆央视所公布的有关于骁龙战机的这个 Block 3哦，它的这个升级版的一些相关的功能可以看得到，它进入了 Block 3的这个升级版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战力都大幅提升了，包含了它具有这个什么超视近距作战能力的。这个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哦，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再配备它的这个所谓的超视距哦，就是超远距离的空对空的导弹的话，它就完全可以做到射后不理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印巴战役的时候，其实骁龙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只是当时的所谓的射后不理，可能是几个整个作战系统的整体的这个协作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的骁龙的 Block 3升级之后，它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么原因是因为它装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做这个新型的叫做有源相控的阵雷达哦，用这样的雷达做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从央视所公布出来的这些资讯就可以看到说，新款的这个骁龙战机哦，它可以倒过来飞哦，低空倒飞12秒，而且非常稳定哦。那么这些东西都代表了说，骁龙战机除了它可以射后不理，它有这个超视距空对空作战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近距离缠斗啊。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骁龙的这个战力大幅的提升，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就会提高了嘛。我们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看到的是亚塞拜然，看到的是缅甸，看到的是奈及利亚，都有考虑要采购。那特别大家关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原因，是因为沙国长期以来就是仰仗美国。那么我觉得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这也不意外哦，就是因为他总有一些唇亡齿寒的感觉嘛。他看看中东的这些国家是怎么对美国修理的。美国说要修理就修理了啊，说要飞过你家领空，这个去攻击别人，他就飞过你家领空了。然后呢，所以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虽然这个时刻了哦，他说你说那个 MBS 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谁知道以后两个人中间会不会有摩擦呢？所以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说，他当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了哦。我过去仰仗你美国，我所有的军事装备都靠你美国，然后你美国在我家还有军事基地嘞。那现在看起来，我说美国已经从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做北海小英雄，马上就要做阿里巴巴40大盗了，就要殺进中东来了。那难道沙烏地阿拉伯不会怕吗？他不会担心哪一天美国看上我的石油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刻，我认为他做一些风险分散是一定的嘛。那骁龙的价格合理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分散
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的这个依赖哦，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就美国长期以来是用军事装备去绑架他的盟友的，就你听话我就卖你好武器，你最听话 F-35卖你哦，你不够听话的不卖你了，美国就玩这一招啊。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成为大家都希望采购的对象的话，他一样可以用他的军事装备去武装他的盟友，甚至他一样可以用军事装备去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去交更多的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枭龙卖到给沙烏地阿拉伯的话，沙烏地的目的是要分散自己在地缘政治上面的风险。那其实枭龙还卖到除了中东国家之外的外销订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南亚的印尼。过去印尼的态度也是一改再改，这个时候又选择要买大陆的枭龙，还有它的攻击型无人机，目前是正在谈判当中。印尼的国防部长跟这个巴基斯坦正在谈，那最高这个交易规模可能会有40架。那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印尼的态度过去一直在改，是因为他之前本来是要买歼10C的大陆的歼10C，那取代掉美国的 F-15跟俄罗斯的苏35，但是后来又反悔，现在又说要买枭龙，到底为什么态度一改再改？那枭龙能不能真的取代，甚至是打败刚刚讲的，不管是 F-15美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苏35老牌强权呢？苑老师又怎么看？我前不久的话呢，到了成飞公园，在这个枭龙飞机前面拍了张照片啊。今天我都没想到，今天这张照片用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跟那边在讲的，我刚刚给干哥看的一模一样。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了成都去的时候，一定要到成飞公园里面去看他们做的飞机，里面可以看到歼20，也可以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啊，那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还可以看到这个枭龙的飞机。那它的模型放在那边的话呢，它表示它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的话呢，我这边强调这个军火工业的买卖问题是非常特殊的啊。那军火工业的话呢，它的买卖它的魔力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军火工业的话呢，它里面的话这个国际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军火工业当中买枪买子弹那个不稀奇，战斗机是特殊中的特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枭龙本身来讲，在这边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用到了 PVD-17，用到了这个歼20的这个雷达的系统，然后用到了这个涡轮13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呢还有他们在强调这个使用的这个飞弹迫近警告系统。那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它不断摆在那边，技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那刚刚问到问题说，印尼为什么原来想要买歼17？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5月7号，那巴基斯坦的话呢，就把那个法国的飞机干掉好几架，那就是想要买。后来又没有买什么呢？因为各国干预嘛，这个非常敏感的。你买人家的系统，买人家的飞机，你将来的零件靠谁？你将来的军事上的部署靠谁？你要靠谁来训练？你的飞行员在哪里？像巴基斯坦是号称8铁，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女飞行员的话，她本身就连印度的飞机都没看到，她那个雷达一按，啪，飞弹一出去，她那台霹雳15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所以说，目前为止，枭龙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装备往上，而且我觉得大陆本身要发挥这个影响力，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挖根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枭龙现在在外销上面创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歼20了，这一架战机，它现在迎来首飞的15周年，并且在它的战力上面，它的战力上面有非常多的升级，一共是2点。一共是3点。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升级的是它的 S 型的进气道，直接可以遮挡住它的发动机的叶片，内部还有这种吸波材料，可以专门吞掉雷达反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采用全球首创的隐形压式布局，那前翼在飞行时制造这种脱体的涡流，就像一群小旋风，可以提升它整个机翼的升力。最后是歼20，它接下来还会融合 AI 协助飞行员可以整合这种战场资讯，做到及时判断威胁，而且是越来越能打。华干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升级？好，其实歼20哈，它最近已经推出了歼20S，S 什么意思？双座战斗机。双座战斗机最大的这个意义是，第一个它可以训练高阶飞行员，第二个是后面的那一位飞行员，他恐怕要做很多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会成为电子作战官，也就是说，驾驶员之外，电子作战由后面的那位飞行员来承担。代表什么？代表技术的突破。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歼20的态势感知，也就是说，当飞行员坐在座舱里面，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把座舱拉开，飞行员看看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
其实你做到歼20的座舱里面，你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它就像科幻电影一样，它已经都布满在你的抬头显示幕上面。比如说，东方200公里处有美国驱逐舰1艘，西方有我们的这个盟友啊，巴基斯坦的1队飞机，高度、方位、风向通通有。你飞机还没飞上天，都通通已经有了，这就是歼20。所以为什么这种飞机不能卖？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想买你，我不能卖给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最高阶的态势感知。然后现在呢，又更棒了，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中国是 AI 大国，对不对？现在把 AI 一股脑的弄进去，为什么会有歼20 S 型？就是因为它的工作，其实坦白讲一句，第2名飞行员可以减少第1名飞行员，他只要努力操控这架飞机就好了。那第2名飞行员就是要负担前面飞行员做不完的工作，他要把它承担起来。所以现在出了歼20 S， 我是认为说那是技术的一大进步。我今天跨出一大步，我不是光是这种空优战机而已，我要处理很多电子资讯。你知道，其实这些我刚才讲的性能，在 F-35上面都看得到，都看得到类似。所以大陆现在急起直追，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已经快要追上了。因为我们不敢讲说可以跟这个就是说那个 F-22或 F-35平起平坐这件事情，我们不下断语。可是它有没有追上去？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歼20有一个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跟标风战机一样的特点，就是它有压翼。压翼是什么？压翼就是在主翼之前面的一对小翼，这一对小翼可以让在进行大机动作对抗的时候，两架飞机，我今天没带飞机来，2架飞机要对抗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出一般的飞机做不到了？这样飞就那是叫做惯性。印巴的冲突，最新消息，印度的25架无人机被清空。巴基斯坦这一回是以6加25比上0的一个战机比数全面碾压。据传就是靠的是中国大陆的数据链来逆天定胜负吗？今天我们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先来看到这一场最严重、最惨重的激战，爆发的是印巴20年来最严重冲突。两国一共是派出了125架的战斗机，他们在空中持续的交火缠斗时间长达了1个小时，而且这个交战的距离一度是拉开到了160公里以上。神奇的是，全程双方都没有踏入到对方的领空，只是在边境展开了超视距的作战，也就是肉眼其实看不到敌人的一个厮杀，创了近代在空战中史上最大的规模，而且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空战。事实上，这一场战役真的是让印度总理莫迪他颜面尽失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印度他一直都号称他在全球火力上面2025年的军力排名，我们看到他说其实排名蛮好的，是在第4名。但这一次的空战，不仅是印度的主力战机被击落，他们最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斩首神器哈洛普的这一款无人机也被击落了，多达了25架的哈洛普都被击落。印度原本想要封锁媒体，不让这个消息因此传出去，但是却被美国人自家人给打脸，说证实至少2架标风战机确实在这一次的战场上面都被击落了。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印度它军购花了几百亿美元，而且刚刚从火力报告来看，它是第4强，怎么会被巴基斯坦一口气打成了0比25？八国到底有什么反杀的绝招？杨老师怎么看？军事的层面，我交给2位将军呢，他一定讲解得更为的详细。我从国安战略到指挥以及战场的层面来看哈，我觉得印度这边2个因素啦，巴基斯坦这边也是2个因素。印度这边第一个因素是，你是个万国军，几乎是变成一个杂牌军，你整个光是被打下来的这些战机、无人机就来自于3个不同的国家。法国、俄罗斯、以色列。对，那你整个所有的这些系统操作，然后到这个装备、零件、后勤，所有这些东西，你完全这个语言都不对，训练怎么样去整合？那一个就是飞行员，他有可能
3种不同国家的飞机都去经历，都去熟练，那就要怎么样的这个训练的过程？所以它的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难。那过去我们看，就是整理的出来是印度在过去将近有60%到70%呢是依靠俄罗斯的武器，而到差不多2020年之后到现在哈，大概俄罗斯的武器只占印度的36%。是。然后呢，法国就突然因为这个标风和幻象2000就占33%。美国在过去这5年呢，快速的增加军备的层面，占到现在将近10%。在印度的那莫迪在4月份去美国的时候见了川普，川普答应他会卖给他更多的军备，甚至最终会卖 F-35给印度。所以印度本身这个杂牌军组合就是一个大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将军们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太碰风、太自大。那是不是有欺骗到莫迪？就对于敌方的这个武器系统的了解是不是够深刻？我觉得这个是印度方面，他们自己当然现在极度的糗大。你看莫迪现在就神隐一样，对，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你在国内再怎么否认没有用，连美军都讲了，美国的媒体也都说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你就是0-6被打了，5架战斗机加一下这个直升机。你讲的25是后来在那一天5月7号晚上的被打下的无人机。然后呢，巴基斯坦这边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我觉得是核心中的核心，大概占80%的因素，也就是中国军武的系统的优异性跟它的整合性。那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巴基斯坦，它其实你看，从大概阿富汗战争之后它就开始减少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武器大概进口已经是0，它只拥有一些当时在阿富汗战争从反恐战争到阿富汗战争所买的一些 F-16。上次2019年的时候，它的一艘 F-16，一架 F-16还打下了印度一架跨越边境的飞机，然后那个飞行员跳出来，然后被俘虏。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双方当高达加起来125架的飞机升空打了1个小时都没有跨越边境，因为都不愿意被击落，然后被俘虏，重演上一次2019的事情。可是印度方面这个没有想到，整个中国军武系统从歼10C、霹雳15、红旗9到空中预警机的这个整合的这个系统平台的优异性，可以从这个发现，然后呢锁定到打击击中只有7秒钟，而距离可以来到200公里，所以它就算纵深拉开有160公里，对方发射之后，我这边帮你发射，然后我立即锁定，然后呢 A 打 B 倒，也就是从歼10打出去的霹雳15，经过预警机相关的系统的导引，7秒钟把对方的飞机给打下来。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也显现出巴基斯坦他自己在接受中国武器系统之后的训练我觉得也是到位的。所以我觉得这4个因素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次的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出现。那这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空战，而中国的军武系统在这次实战当中呢，得到了就是验证。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在印巴的空战真的是0-25+6，巴基斯坦就是靠着中国制的这些整合系统，关键的7秒钟锁定，一直到整个完成攻击，就可以在7秒钟之内完成。靠的就是升级版的，不管是雷达战加上数据战，还有他们的远端的杀戮的整体整合。这一次其实，在空战当中，我们等一下请将军也特别来帮我们看。其实他们双方的战机也都非常的阵容非常的大。印度方面，他派出的是苏凯30，还有标风；巴国则是派出他的歼10C 跟枭龙，没有使用上美军的 F-16，但是仍然击落了5架印军的战机。这么庞大的空战，而且这个是看不见的一个距离，到底怎么打的？我们赶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这是将军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场空战的战情图。首先我们先看这次空战的位置。首先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我现在画这个线叫等高线，由这条线以北就是喜马拉雅山，是高地这个等高线。那为什么你看印度的空军都部署在这边，47中队、220中队，然后这边印度第1中队为什么部署在这边居高临下？因为说机场起飞，它就已经在3000公尺高度。
对巴基斯坦来讲的话，它绝对在地理上就占了优势。那这次有几个特别地方，我们先看巴军来讲的话，他们双方来讲，这是巴军的实控线，这个是印军的实控线。其实他们两军的实控线中间还有一个缓冲的地区。那这次交战，他们有讲，就是印巴两军的空军都没有越过这个线，就互相把彼此的战机打下来了，不是彼此打下来，就是巴军将印军的飞机打下来。那这个是关系到很重要一个细节，我等一下再慢慢说明。那巴军用了什么战机呢？就枭龙跟歼10C。其实巴基斯坦还有一款飞机叫 F-16，为什么 F-16不用呢？因为这 F-16很明显的就是被美军锁定住了，它没有办法运用，无法使用。这也是提供各国，如果说你用的是美军的 F-16战机，在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它会不会将你这个远端控制住，让你没办法用这架飞机来担任作战任务，打击它所要。另外，我觉得内行一定会看，这时候他用的预警机叫 ZDK 预警机PD-15导弹，那射程145公里。那大家一个关键问题来了，为什么 PD-15的关键145公里射程，那它击落的距离是160公里，它可以打得掉？问题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细节那就是大哥这个时候叫 PD-15，它外销型的，只要换个晶片或软体改下来就可以达到200公里。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东方大国对这个巴基斯坦有没有支援，我们从这 PD-15它的射程外销版的145公里但是它可以击落160公里之外的敌机，我们就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个亮点。另外，红旗9它的射程是125公里，但它在这么远的距离，可见红旗9这时候没有参与这次作战。那我特别要提的是这个歼10战机所改良的 KLJ 这个雷达，其实也是作战获胜的很重要一个关键。这个雷达什么时候才官宣呢？解放军在2021年的时候才官宣，可见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解放军这个中国对巴基斯坦很快的将它这个不管是枭龙或歼10换装的 KLJ 有源阵控相位雷达，让它可以锁定这个200公里之外的目标。然后也将 PD-15外销型的战机将它很快做一个修改，让它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我觉得这是这个巴军这支空军可以大获全胜很重要一个因素。那红旗9虽然它的导弹射程是125公里，可是它的雷达可以侦测的距离是可以更远的，也就是说雷达先发现，然后这次来讲的话，我认为巴军的这种空军的部署应该是 ZDK 预警机它的侦收距离大概400公里，它应该在后面，然后起飞在这边，因为你飞机不能马上起飞起飞你就油就耗光，你不能一直在天上飞，大概有发现目标有需要才紧急起飞，但是可以长期留在天上是预警机它一个雷达400公里，当它看到这个印军的战机起飞的时候，他马上通知他的枭龙跟歼10战机起飞，应该整个过程这样，而且他已经狠狠的锁定这个印军的所有飞机，然后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枭龙、歼10、ZDK 还有红旗9的雷达都是解放军的雷达，它整个 link 是一条线的一条龙的作业，它彼此可以很快的资讯交换，所以它很快将这个雷达可以提供给这个战机甚至于提供给它的 PD-15的导弹。那再来我们看印度军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几个中队位置，有包括印度空军第1中队，它用的是幻影2000，就幻象2000，跟我们台湾的飞机一样。17中队是阵风它在这个地方，然后苏凯30、米格29这几个，它部署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它都部署在较高的地势。对空军作战来讲的话，它只要一起飞，它就居高临下。但是你看击落的地点大概就是阵风在这个地方有2架被击落，苏凯30的残骸，米格29阵风战机还有1架残骸在这边，总共3个残骸在这边，可见呢都在这个地方被打下来的。那今天来讲的话，印度的飞机来讲，总共用了75架包括阵风苏凯20跟米格29，但是它有一款战机它没有出来，这时候也是军武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机为什么这次没有参战？那很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光辉战机是目前来讲还不足以形成战力，虽然说做了30年，但是还没有办法形成战力，这也是印度空军很弱的地方。那它流星的防空导弹就是这个阵风战机所配备的导弹，这个70公里我们看到距离
200公里状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击落这个巴军的飞机哈。这是空不更正哦，它空空导弹是200公里，那200公里它为什么没有击落巴军的飞机？代表它的雷达性能不行，雷达性能，因为它用的是都卜勒雷达，在雷达里没办法锁定敌机，那没办法先敌发现，所以从这个导弹的射程，我们就可以证明未来的空战，这个雷达电子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不是说以前的这种在空中缠斗、格斗战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就是雷达谁先发现，然后电子战怎么样对对方做干扰。那闪电8防空导弹是什么？是印军的地对空导弹。那这个是以色列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这几款战机，阵风是法国，这个是俄罗斯的预警机也是俄罗斯的，这个流星导弹是以色列合作的对，所以它就彼此没办法链接在一起，这是它很吃亏的地方。是，接下来我要特别说明这是之后来讲双方会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现在只是刚开始。因为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巴基斯坦持续击落了25架无人机，然后最惨的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这个巴基斯坦的空军空袭了查莫这个地方，那很明显的，我跟你讲，巴基斯坦利用这次机会，他就彻底将你在印控巴基斯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的空军全部将你击落，那他可以彻底完整的掌握这个地方了。所有制空权，让你的飞机在这地方没有办法起飞，没有办法抬头，将你空军一举击落之后，我就控制整个印属巴基斯坦的一个制空权。那有2个目的，第一个，我确保我地面行动的自由。现在最新的消息，印度的第12这个步兵旅已经被团灭了，然后巴基斯坦的装甲部队已经进来了。那另外来讲的话，第2个目的，它可以控制它水源，就是我控制这个地方制空权之后，你就不能随意切断我的水源。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来讲的话，空战才刚开始，取得制空权之后，它一定乘胜追击，将这个地方的制空权完全夺取到。好，谢谢将军帮我们画了这个战情图。巴基斯坦它现在掌握了整个制空权，等于掌握了刚刚特别提到的整个地面部队，再加上这个水源，原本可能被印度给控制的水源，都可以做更多的掌握。刚刚将军也帮我们提到了嘛，这一次巴基斯坦使用的是中国制的这一些武器，不管是战机或者是他们的飞弹、他们的雷达等等，其实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整体的整合系统，他们有用的是中国的共享数据链的这个技术。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空战已经不是传统的空战了，比的是谁资讯跑得最快，如何做这种系统上面的整合。将军帮我们来看，中国的这一套数据可以导致4.5代的这个标风都因此陨落了，到底厉害在哪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这个算是数据链空战，它把这些数据链、地面雷达也好，还有这些空用雷达。还有预警机的雷达，统统把它整合在一起，整个的空中的情报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中国大陆的高新6号帮巴基斯坦由运8的运输机改装为空中预警机。那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刚刚讲 EDK 动3这种飞机，是他把他所有的空情弄得一清二楚。那他由他来做指挥，才会由他去引导去攻击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还有米格29以及苏凯30战机，是这个样。这是 A 射 B 导，所以我们讲的这是数据链空战。那以前的这种缠斗式的 dogfight， 这种狗咬狗的这种不会了。因为以后我都发射这个长程的空对空飞弹就好了。这一次的这个巴基斯坦的歼17就是挂了4长2短4枚的霹雳15， 2枚的霹雳1洞。霹雳1洞不要用嘛，用霹雳15就可以了。是霹雳15。外销型是打145公里啊，但是中国大陆给巴基斯坦的有给200公里的性能提升版性能提升版卖给巴基斯坦那它可以打200公里啊，所以它这个些缓冲区也好，这个巴控这个地区还有硬控的这个地区那么宽的这个区域没有问题，我们讲的直接链路跨境作战，远距跨境作战去攻击。你不用这么闪躲了，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特色是数据链空战，第2个特色就讲的配套演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组合训练。这个不是说这个 A 射 B 导由歼10去发射霹雳15去打那个印度的标风战机，然后这个
空警500就是巴基斯坦的空中预警机可以做引导，没有地面上要做配套，平常就要做配套演练，平常就要做组合训练，真正打仗的时候就要摆出来了。那是要不然没有那个默契，那个时间点呢，这只有几秒钟而已。那飞弹一出去的时候，大概4倍音速就对着目标就过去。那个如果是先开机，被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侦测到，立刻电子反制，因为标风战机它有内建式的在里面，不用外挂，它内建式的电子反制的措施都有，所以那个要搭配的组合训练也好，配套演练也好，要搭配的非常的棒。第3个，电子战能力，电子战能力这个霹雳155有抗干扰的能力，这一次也进攻了。是这个标风战机也好，或者是幻象，听说这3架里面标风有1架是幻象，2000，它一干扰，但是它可以抗干扰，就是锁定你就过去了。那时候让这个印度的飞行员还有标风战机措手不及，所以这3个速地链的这种空战，还有这个组合配套演练，另外加的抗干扰能力，这3个加在一起，才有这一次空战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巴基斯坦在这一方面，它比较单一化。当然，它有75架F-16，这个美国有讲过，你不可以做这个印巴战争用，你只能反恐作战。所以它这纯粹单纯用中国大陆，全部一套的中国大陆，那这样子，包含飞弹、包含战机、包括空中预警，全部是中国大陆，好整合。一整合之后，统合战力就发，不用那种很复杂的系统。刚才那个杨教授讲的，就变成拼装车了。对，那是这样。这个巴基斯坦比较单纯，所以它的统合战力比较扩张。持续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嘛，巴基斯坦这一回他喊了就是要血债血还，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冲突，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武器的角色一起来拉进来，在军事上我们也做一个更全面的解读。先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它这次出动它的歼10跟这个霹雳飞弹来联手屠杀印度的空军，造成这一场空战是6-0。大家在解读这个是中制军武现在全面超车美俄的一个正式的起点吗？今天我们会来就军事的领域来做解读，先来聚焦在印巴的这一场空战，累计至今，巴基斯坦已经创下了6-0的一个佳绩。印度的空军被打下来的，包括了5架的战机，这包括了3架是标风，1架的是苏30，还有它的1架米格29，另外还有1架是它的无人机。巴基斯坦官方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证实说是哪一些战机立的功，但是中国媒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包括了网络上也传有2款战机，他们认为是立功的。主要战机就是第一个歼10，第二个是他们的枭龙，再来就是说它搭配的是霹雳15-1跟红旗9的飞弹一起来做的攻击，这让歼10跟枭龙的成飞飞机的股价，我们看到7号，哇塞，一整天之内暴涨了20%。所以节目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印巴冲突？意外的让成飞打下了亮眼的成绩单。有人说这个解放军已经将近50年没有打战了，这一次参与大型战争，代表他的武器水准不输美俄。赖老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的空军这一次打得非常漂亮啊，非常亮眼，完胜啊。印度出的战机比较多，印度派出去的战机是14架，而且是各类型的联合国的兵种哈，有米格，有苏，有法国的哈法了，有幻象啊。你看四个机种都全部都出笼了，这个就是印度的空军主力。全部都出来了，14架，而巴基斯坦只派出10架到12架之间，所以等于是巴基斯坦的空军的战机在空中数量少，印度多，结果完胜，打下5架有人机，1架无人机，是这个对于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是不得了的一个战功，在空军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都知道飞机啊，哈法了就是我们讲的阵风战机，台湾翻成标风战机。它是4代半的战机，它比幻象2005还要高1个代间，至少半个代间。那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台湾的这幻象还要强，因为印度这次也有派幻象2000出去应战，出去作战，结果幻象被打下来，然后标风战机被打下来，而且被枭龙跟被歼10打下来。这个对于法国人来讲的话，颜面扫地。对，目前有个传说，说法国的达索要求这个印度不要再给我起飞这个标风战机，就是阵风战机啊，这是一个传说，还未经证实。但是我们都知道，
飞机不只是只卖飞机，也不只卖飞机的维修，也包括飞行员的训练。例如说，我们台湾去跟法国买幻象2000的时候，我们的飞行员也派去法国接受训练，学会不但要学会操作这个飞机，还要学会在空中的格斗，以及在空中的战术战略的运用。这个都是在买卖的时候是全套的。是。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法国训练的印度空军，跟中国训练的巴基斯坦的空军，结果一交战的时候高下立判。对。那也就是中国训练的巴基斯坦的空军，那比法国训练的印度的这个空军还要能打，而印度用出来的是最先进的印度的最先进的战机，2年前才刚接机的最先进的战机，结果被这个歼10打下来。这个对于法国来说的话，它的军火工业绝对是重挫，因为全世界都在看，这是中国的战机第一次在实战的经验中，那么表现这么的亮丽，这是第一次的实战。第二个就是表现这么亮丽，然后这个他们所训练出来的巴基斯坦的空军的飞行员的素质这么的好，然后法国训练出来的印度的飞行员素质这么的差，那这个对于中国的解放军来讲，士气当然不一样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虽然说大陆很久没有打仗了，可是你看朝鲜更久没打仗，对不对？朝鲜是从韩战结束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再发生，没有再战争了。但是朝鲜的士兵1万多人进入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交战以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经历到的战争的洗礼，他的战争的能力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为什么？基本功好，基本功才是军人的最主要的。战争的经验没有那么重要，不是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讲错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打过仗啊？这个是一回事。所以美军不要吹嘘了。美国你现在当兵的有多少兵没有打过仗？有多少军官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一样可以当军人啊。这只要经过战争洗礼，就知道谁的基本功好，谁的基本功差嘛。是。好，这一场印巴战争确实为中国大陆它的空军、它的战机大大的提升了它的士气。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刚刚讲的是大陆的这个战机嘛，歼10啊、枭龙等等，我们要来看到它搭配的这个飞弹，这一款是霹雳151的飞弹，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现在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的射程超过200公里，不只是追得远，而且它跑得很快。它另外有的是红外加主动雷达的双模导引，不给敌军一丝可以干扰的空间。今天要来特别请委员来带我们看的就是它具有这个双向数据链，这是什么东西？威力十足哦。据说它这个飞弹飞出去之后，不会只是一发出去不回头了，它可以随时的回传，包括了这些战场的资讯，调整飞弹它的攻击轨道，接收地面 AI 重新下达一个新目标。委员带我们来看这款飞弹。这一场空战让许多欧美专家眼镜都掉下来了，因为以前大家在思考中的共享数据链终于出现了，而竟然出现在巴基斯坦。传统上我们都以为是双向数据链，叫做这个 A 射 B 导，就是这个武器这个发动攻击，这个武器负责导引。是 A 射 B 导，但是解放军交给巴基斯坦呢，竟然是 A 锁 B 射 C 导，这个等于是有3种以上的武器完全处在一个共享数据链里面。那这场战争怎么打？为什么让大家大为意料之外？就是印度的标风战机飞进了巴基斯坦领空的时候，是先由红旗9号的雷达来锁定。那锁定的时候，印度的战机以为是红旗9号的防空飞弹要攻击它，所以他就用传统的躲避地面炮火的概念来逃逸。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红旗9号锁定但没有发射，他把数据链传给了歼10C，由歼10C来发射霹雳15的空对空导弹。可是因为歼10C并没有去锁定标风战机啊，所以你发射出去的
霹雳的15啊，基本上打不到标风战机。就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是陕西飞机工业生产的，叫 GDK-30预警机。由预警机来接手导引霹雳15，直接的就击中了什么？那个标风战机。所以标风战机等于是他没有想到从侧面打过来，不是地面上打过来的。那这种战术要有几个要件成功，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很强的共享数据链，它几乎就是在1瞬之间完成的啊。然后第二个，你在发动攻击，表示地面上是虚的，空中的预警机是实的，所以你说到底是这歼10厉害，还是霹雳15厉害，还是红旗9厉害，还是预警机 GDK-03厉害？都厉害，都厉害。然后因为有点说你根本摸不着真正的发出攻击是哪一个边，也就是简单讲，连歼10C发射霹雳15，他都不晓得要攻击哪里，因为接手控制的是预警机 GDK-03，然后红旗负责一直锁定目标，让他跑不掉，可是他又不发动攻击，就使得标风战机一直以为是地面会来攻击，结果没想到是比他高一点的歼10C。发动从侧面攻击，我也是昨天晚上一个军事博主传资料给我，我才知道，我也是眼睛看傻了。他说这个战术是以前大家想象中的战术，他一直没有看到，而且竟然是解放军已经把这个共享数据链的战术已经交给巴基斯坦，难怪印度的飞机就挨打了份啊。那印度的武器你也不能说不好。但它问题出在哪里？它的确标风战机是4代半的，是欧美最好的4代半战机。它有局部逆中，又有这种局部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能力，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可是呢，印度买的是法国做的标风战机，英国做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然后以色列做的费尔康预警机，然后又买了苏联 S-400防空飞弹。就最大的问题，这些武器没有办法共享数据链，所以啊，各自作战，你怎么挨打？你可能跟挨打，这也看得出来哈，这个战术哈，这个台湾的所有的飞机哈，就可能要心里要有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刚才这个赖教授讲的哈，我们的那个幻象跟我们的经国号战机是没有共享数据链。我们经国号战机跟 F-16没有共享数据链，甚至于跟爱国者飞弹，我们的幻象也没有共享数据链。虽然我们买了什么 Link 16啊，什么买了 Link 12，买了花很多钱去买，可是问题不在没有，只有在美国比较后半段生产的武器，它能够共享数据链。但是对于我们买的法国的或者自产的，没有办法形成共享数据链。看了解放军，因为整套都是那大陆的产业嘛，陕西这个飞机工业做的预警机，成都飞机工业做的这个歼10C，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做的霹雳15啊，都自己人啊，都自己人，所以它形成数据链了。程式一开始写的是照他们共同标准写出来的，这个真的开启了空战绝对的新模式，所以大家会觉得6-0。这个超厉害了。其实他完全没有 ducky fight， 完全没有超视距外的攻击，互相根本看不到，而且甚至于是战机的雷达都不一定瞄得准，根本没有瞄准嘛，所以你不知道攻击是这样发动的。只能说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好，这场战争也看到了这个空战的新模式，就是验证了说解放军它的黑科技共享数据链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整个系统的整合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至关关键哦。另外，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一场冲突，其实不只是影响印巴两国，现在其实在全球的航空。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在开战的5月7号这一天，我们看到20多个国际航班被迫改道，52个往返8国的航班被迫因此而取消。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被影响到的这些航班哦，还有国家。巴基斯坦他的办公室怒斥说，印度你这样子做，对波湾国家的民航业者构成非常巨大的风险，而且呢，危及的是成千上万条的人命。不过战火中比较特别的是，竟然是有2个
航班的班机，他们硬闯到穿越了巴基斯坦的上空，那这2个航班是分别是飞往北京跟南韩的，大家觉得说哇塞，你在这个战争当中还这样子飞，非常的大胆。聂老师怎么看这个印巴交火对于不管是海运、空运整体全球带来多大的影响？那对全球经济又会有多大的冲击？好，我先讲，刚才讲到这个6-0，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读那个书《笕桥英烈传》6-0，高志航。OK，Anyway，刚谈完军事哈，那我们谈一下这个经济哈。但你问我说影响有多大，没有人能够知道有多大，但是一定会很大，只能这样讲哈。那么我这样讲好了，这个因为刚才我上一段不是讲到这个川普想调停，我觉得这个好笑的原因是因为他殊不知他是用感性出发，从来没有理性想过这2个国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所谓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很特别，他从1947年还有那个巴基斯坦脱离这个英国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两边必争之地，因为他们有人民意愿的问题，它里面有宗教的问题，还有这个仇恨这个的事件一路产生的问题。川普说跳进来就要处理，那是太难了，所以我觉得他常在感性，照自己的想法做好。那现在讲说到底会经济影响多大，这个非常清楚，在国际投资或者国际财管学里面，我们有一章都很重要，叫做 country risk， 叫国家风险。那么当然，本人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那个2008年11月发生一个叫孟买事件，大家知道哈，死掉了164位嘛，受伤300多位，那个只是一个就是恐怖攻击哦，就造成了泰国多大的重伤，整个飞机场瘫痪，大家也不敢去，你知道吗？那还有，当然我们再回推2001年911事件也是一样的哈。当然我要讲的是这一次不太一样，那个恐怖分子可能是单向的，有一点是神秘的组织去对一个看得到的一个国家。可这一次是2个都看得到的国家在抢一个这个，他们就像抢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嘛，像这个叫克什米尔，这个俄乌不是之前2014年也有一个2014年也有一个克里米亚，对不对？名字很像。我的意思说，大家在抢这个地方，而这个人民的意愿呢，又有部分走这，又有部分走了，而且那印度呢又做了这样的一个几次的攻击，让这个巴基斯坦仇恨，这2个的战火就很难一时平息之下呢。那我问一下，那战争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恐慌，造成国家怎么样的风险？我们姑且不是谈说印度的经济受伤多少，巴基斯坦受伤多少，而是这个的领空还有海岸线有非常多船要经过的哈。那我们讲中国、欧洲中间会有经过中亚、中东嘛，它的南边印度的左边就有波斯湾，波斯湾下面是阿拉伯湾，这里面有非常多从中东、中亚的飞机要飞过去，所以他才会讲到一个说哦。这个波斯湾的国家，这个受到重大风险啊，因为他们都要往这个航道去飞。那么他讲到的是这个上千上万人的性命啊。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还有2架航机飞过去，我觉得他们胆子就是大。但你看了一下，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说小国啦，就是可能这个国家的这个生命争取度，我不敢讲，就是可能比较大胆一点。所以他说很大胆，就伊索比亚嘛，好，这样飞过去。我相信稍微比较想要活久一点的这个人，大概就会不飞了、不去了，或者司机也不敢开。因此那边的航道一定会出问题。当然航班也是一样，那边靠港的，只要战争产生，一定会出问题。尤其这次的战火看起来还蛮猛烈的，所以你问我经济会受伤多大，我最少认为在中东、中亚还有中国这边的飞航啊，或到亚洲东区的飞航都会受到停摆，因为他们的你要改道也很麻烦，那航线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这么多的班机这样来去往返，一定会受到影响，经济也会受影响。当然，海运也是一样，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首先带大家来关心，现在印巴地区真的是战云密布，大家在关心说，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开战了？首先，透过图卡来看到，5月7号的时候呢，印度突然对巴基斯坦的9个目标发动了攻击，而且同步在喀什米尔的边界交火，至少有3个地点开火，造成了8人死亡。好，从图卡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到，印度把这一回的军事行动给了一个代号，叫做“辛多尔行动”，说目的是在精准打击境外策划喀什米尔恐攻的恐怖组织据点。印度特别强调说，这一回就是只打恐怖组织据点，没有打巴国的军事设施，号称说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精准、克制，而且不具升级性质的。但是在行动结束之后，印度的国防部长发文说，印度胜利了。好，现在问题来了，那印度在这一场有限度的精准打击当中，他会找到这个台阶就此收手吗？还是接下来就是在为全面升级铺路？大千哥你怎么看？对，当然，
大家都知道克什米尔地区分成印控地区跟巴控地区哦。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最初的导火线是在先前的印控地区，因为有一批恐怖分子拿枪扫射哦，所以导致到一些这个印度教的信众啊，因此而被射杀，大概有20几位吧。所以才导致了印巴之间冲突的急剧的升高。那当然，现在印度对外宣称说，它精准的打击到了在巴控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的基地哦。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它大概是攻击了9个据点啊。但是在后来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所发出的论述哦，恐怕就跟这个印度方面所做的宣称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因为巴基斯坦方面政府方面所做的说明是说，基本上并没有所谓的恐怖分子基地，他们打的地方就是贫民区而已哦，甚至还造成了2个孩童的死亡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就陷入了一个各说各话的局面哦。但是如果就是我们以国际政治来看，你光看到印度国防部长发文狂贺说印度胜利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印度显然没有再打算扩大这个战争的范围了，所以他才会说我已经胜利了嘛哦。那现在这个球就丢到了巴基斯坦这里喽，就是巴基斯坦说他说我一定会回应哦，那到底要怎么回应？军事回应、外交回应哦，或者是用其他的手段回应？目前为止看不太清楚哦，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印巴冲突哦就在巴基斯坦的一念之间了，因为印度已经说他胜利了，所以显然印度不会再采取下一步的动作了。可是巴基斯坦如果吞下了哦，或者是他采取外交手段，那么也许这件事情就暂时平息下来了。可他如果没吞下哦，他采取比较强硬的、积极的这个反应的手段的话，那么当然印巴冲突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升高。但是我要请大家观察一件事情就好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在克什米尔地区了，现在问题是更大的危机是在今天你看到印度宣布它不会让印度的水源流到国外去，这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啊！一滴水都不能。因为事实上在巴基斯坦它的这个农业的灌溉的水源都是来自于印度的，就是印度大概有8、9条的河川的水是流向巴基斯坦的。就如果今天印度全面决定要切断水源的话，那这对巴基斯坦来说就视同战争了，那是致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印巴冲突的关键就要看2个点。第一个点，巴基斯坦吞不吞得下去？他吞了，或者他采取外交手段等于吞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暂时平息。第二个关键的点是，印度他宣称要切断水源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做到多绝哦？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又做下去了哦，那这个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最后逼着巴基斯坦不得不采取动作了。是好，大庆哥刚刚提到说，现在球就是丢到了巴基斯坦手上。我们来看到这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的动作是什么呢？他们反击说，印度从这3个发射点出手，打了他们5个地方。那巴基斯坦他们当然不会忍，因为军方马上宣称说击落了3架印度的标风战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标风之前是0败的记录，那这一回一次掉3架，其实是蛮夸张的。总理夏利夫也放话了，说一定会做出回应。好，所以苑老师您来看。巴基斯坦接下来会怎么出招？是走外交的抗议路线，还是会从军事反击？我先讲一个观念，让大家了解。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爱吹牛的是川普，但是比川普还会吹牛的是莫迪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基本上4个字啊，求谁得谁啊！啊，大家要了解啊，印度这次打得超级丢脸的，这个战事不会扩大，但是它非常丢脸，为什么呢？啊，因为说是它这个4.5代战机的这个你们叫标风战机，有人叫阵风战机啊，居然被打下3架。5月1号，今天才5月7号。5月1号的时候啊，那个有4架这个印度的这个法国造的这个印度版的最新的4.5战机，就标风战机啊，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去的就已经被锁定了。马上大陆的红旗9的话呢，飞弹、空对空导弹就已经指向它了啊。大陆这次的话呢，用的原来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飞机是歼10 C1啊，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在评估上来讲，从来没有说歼10会比这个标风强啊，或者比苏30啊。但是昨天打掉的是3架这个标风，还有2架苏30，另外1架的话也是印度自己出的，叫什么光辉战机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你本身一开始你主动发布这个战争啊。大家知道5月1号的时候，印度那个时候派出4架标风战机的时候，他们发觉被人家锁定的时候，这个4架飞机就赶快发觉得不到好处，就赶快撤回来。撤回来后，哇，莫迪生气了。莫迪讲说：“我要你去打呀，你怎么敢回来？”好了，一下子把空军副司令给拔掉了。拔掉以后的结果产生今天这样。所以里头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有3大疑问呢，我真的是很想了解。首先第一个，这个莫迪是不是过度自信啊？啊，印度是主动求战的。
你现在讨论问题是战事会不会扩大？印度是主动求战的话，那你出战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制空权的重要性。那你现在飞机全部被打下来了，打下来6架，你们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种情况是非常惨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陆已经一直表明立场，就是巴基斯坦的话绝对不可以过度作战，他的武器全部由大陆包了。本来大陆输出的武器就40%，大陆一直找不到机会了，好好练习一下，现在找到机会了啊！大家一下评估，哇，排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等一下我们看哥会针对这一点再讲。然后第3点的时候，这个莫迪啊，在4月22号发生了克什米尔打死了26个人以后啊，就调查都不用调查，就说巴基斯坦干的啊！大家知道那个时间点有多特殊啊？那个时候的美国副总统范斯那个乡下人刚好就在他旁边了，莫迪拍胸脯讲嘛，我们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莫迪本身对于范斯到底承诺什么，没人知道。但是现在看这个情况下来讲，这一次印度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啊，那个印度河岸问题的话，现在赶快叫大国出来斡旋。美国本来的话呢，为什么美国这个都会站在这个印度后面？大家要长期来讲的话呢，美国站在印度后面联合起来打巴基斯坦，不是大欺小吗？现在反而一下子打得很惨，美国这下看到发觉不行了啊，所以说呢，目前整个战事来讲，不但不会扩大，我看印度啊，它有机会能下台都不错了。是，那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最新的画面，是在疯传说这个疑似标风被击落之后的残骸画面，整个曝光了。好，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印度方面是没有回应的，但是也引发外界质疑说，那这一台法制的战机为什么到了印度手上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干哥，对，其实刚才岳老师讲的对啊，这件事情不会扩大，但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说过了，标风不是普通的飞机，4.5代，它其实老实讲一句，它直逼第5代战机，也就是说，它只差没有逆中而已，其他它什么都能干，它是全能战机，它是部署在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上面的主力战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刚刚说的5月4号或是5月3号凌晨，用强大的电战系统逼退了4架入侵巴控线啊，巴基斯坦控制线之内的这个4架标风战机。可是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打下3架了。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外电瞬息万变。最重要的是，印度为什么没有否认？你现在很简单，你说我很厉害，我打下你3架最好的飞机，你讲话啊？没有讲话。辛赫你怎么没讲话呢？或者是莫迪你怎么没讲话呢？总要有人出来证实或否认嘛。而且巴基斯坦宣布的6架，它还有型号，3架标风，1架苏凯30，1架米格21，2架无人机，这些都讲得很清楚了。总要有人出来证实或者否认吧？没有讲话，那就代表是真的。而我们现在就说要理解为什么标风那么容易被打下，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很简单，因为标风印度才刚拿到手上而已，总共拿到多少架呢？本来要买126架，后来只买了36架。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贵得吓死人。它比 F-35还要贵。为什么？法国系统本来就这么贵，所以标风从问世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始终卖不好。但是最近开始有这个国际市场来买了，因为他们发现说，标风这架飞机它的优点在哪里？它只有9吨重，法国海军严格规定10吨以下，不然太重。这么小的飞机，它必须要载6吨的炸弹，它做到了。所以标风战机其实它除了你所知道、你所想要的电子先进装备通通有之外，它有极大的载弹量，它还是法国现役，就是它已经取代了幻象4000，成为最新的核子打击机。也就是说，它必须带核子弹的，它又能带核子弹，它又能带传统炸弹 ASMP， 它还能够带普通的小直径炸弹，它什么都要做，它变成万能战机。所以，就算它一架是1.6亿美金，比 F-35还贵，但是印度还是忍痛买了。印度一买，好了，这个塞尔维亚也买了，埃及也买了啊，然后那个卡达也买了。不过，我现在就要讲为什么会被击落的原因，就是印度的飞行员可能还没有办法适应这么先进的全屏幕显示系统，他的训练还不到位，所以他想用这种飞机去威吓巴基斯坦的话，其实他应该要用什么，你知道吗？他应该要用他比较熟练的苏凯30战机比较好。结果他们用错了，
他拿最好的飞机去，结果后来被击落。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这件事情会对印度造成很大的冲击，难怪空军副总司令必须要下